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，中国人都靠万里长城来抵御外敌的入侵。可自20世纪后，雄伟坚固的长城再也挡不住日本侵略者的飞机、坦克和大炮。本期给大家解说的是抗日战争纪录片《我们为何而战》。该片汇集了各国随军记者从1937年到1944年拍摄的真实影像，部分镜头则来自缴获的日军胶片。由于素材的来源复杂，所以画面的亮度、对比度并不统一，看起来一或黑一或白。于是我把片中的1000多个镜头全部剪出来，再一个一个的单独调整，最后用AI软件对其进行了4K 修复和上色。另外，为了让大家尽量全面地了解真实的抗日战争，本期我将结合1940年拍摄的彩色纪录片《苦干》一起解说。那么，一个太平洋上的弹丸小国为何敢来侵略中国呢？这要从1927年开始说起。当时日本内阁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征服世界的操作说明书，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。这份奏折把征服世界分为以下几个步骤：首先是征服矿产丰富的满洲地区，再以此为跳板征服中国；接着借着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资源，打造一个后方的战争基地，然后占领橡胶和石油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，继而称霸亚洲；最后再集中所有的力量干掉美国。到时西方列强自然望风而降。为了实现这个疯狂的计划，日本以资源匮乏为由向全球购买工业原料，同时依托明治维新时学习到的西方军事技术，秘密地建立了现代化的海陆空军，打造出了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。而此时中国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，才刚刚推翻了古老的封建王朝，像科学、工业、军事都还在起步学习阶段，且各地军阀占山为王，明争暗斗，人人都想当中国的老大，但谁也不服谁。所以在当时来说，中国这样一个涣散落后的农业国，根本无法和日本那样团结一致的工业强国抗衡。1931年，日本关东军挑起9·18事变，出兵占领了东北，并借着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。如此，他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掠夺东北的矿产资源，以制造坦克、飞机等武器装备。6年后，越发强大的日本见时机成熟，于是策划了七七事变，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。随着战火的蔓延，日军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便攻下了北平和天津，甚至扬言3个月就要灭我中华。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，窝里斗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终于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。当时蒋介石掏出家底，将嫡系精锐全部调到了上海，其他各路军阀也纷纷派兵来援，总兵力达到了100余万。而日军先后增兵到了30多万，分别在吴淞要塞、浏河、罗店等地登陆。随着战斗打响，淞沪战场就像一个绞肉机和无底洞，吞噬着中国将士的生命。阵地刚刚被打开一条缝，马上就有人舍生忘死的上前填补，重新把缺口缝合上。双方都不断地往里面添薪加柴，谁也不敢轻易退让半步。这个时候就像拔河一样，任何一方只要少使一把劲，绳子就可能被拽过去。像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师上去1天回来就只剩下了1个团，而6万多的贵军将士伤亡就达到了4万多，2米深的战壕直接被尸体给填平了。3个月下来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达到了30多万，平均3天就要牺牲1个师，几乎是拿鲜血和尸体在铺路。不过日军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自此他们再也不敢妄想能在短期内占领中国。之后为了躲避日军战舰猛烈的炮火，中国军队只能退守到几公里外，而日军又派了2个师悄悄从上海南边登陆，紧接着迅速北进，包围了城区的侧翼。此时腹背受敌的中国军队是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奉命向南京和杭州撤退。而日军为了报复中国军队的反抗，竟派飞机去轰炸上海的无辜百姓。当时城里的高楼大厦、平民楼屋都先后被夷为废墟，惊慌失色的中国人则如潮水般涌到街上。因为日本人暂时还不敢得罪西方列强，所以许多人便往外国租界逃。但租界毕竟只有那么大的地方，所以有1人能安全地逃到里面，就有1000人被阻隔在外面。在日军丧心病狂的轰炸下，无路可逃的他们只能迷茫地站着，或者没有目的地四处奔逃，希望能逃过日军的屠杀。但不少人最后还是在轰炸中丧生，或者被倒塌的建筑物活活埋掉。丧尽天良的日军并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兵分3路向南京进攻。
中国军队虽拼死守卫，但因数月来接连奋战已是疲惫不堪，加上最高司令官唐生智仓皇撤退，引发混乱，最终导致南京才13天便彻底失守。日军攻陷南京后，开始疯狂的烧杀抢掠，滥杀无辜，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。那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持续了整整1个月，被杀害的中国人至少有30万。而这些惨无人道的行径，都是由日本最高司令部一手策划，只为了能彻底撕碎中国人的心，迫使中国投降。但中国人并没有因此屈服，而是以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团结和决心，誓死要消灭日寇。但光有抗战的决心是不够的，还要发展出抗战的军力。所以蒋介石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，也就是逐步放弃国土，保留有生力量，以辽阔的土地来拖延分散日军的兵力，然后趁此间隙制造机枪大炮，待军事力量壮大后，便可以一举消灭日寇。为了不留下任何东西给敌人，中国军队将道路工厂全部炸毁，同时用汽油焚烧了农田庄稼。而数千万平民百姓也携着家当老小，向2000多公里外的西南地区迁移。画面中的母亲用扁担挑着小孩，这位年幼的哥哥则背着妹妹，带着弟弟，正小心翼翼地跟着人流跨越铁轨。而这位老太太因包袱太重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但很快便自己站了起来。她又是哪一位英雄壮士的母亲或妻子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在人们长途跋涉的过程中，偶尔也会碰到火车。当人载满后，铁轨和枕木都会被拆掉带走，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丝有用的东西。包括学校、医院、图书馆以及上千个工厂的机器也被全部拆散，通过卡车、牛车、船只等方式陆续运往重庆。与此同时，乡下的村民也组建了一支又一支的抗日游击队，他们身着青衣布衫，手持着落后的枪支和自制的刀斧钩叉，随时准备着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。前秒他们可能还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但下一秒就会变成致命的抗日战士。虽然日军占领了交通要道，但游击队以敌进我退、敌退我追等方式持续攻击日军。因为游击队规模分散、行踪隐蔽，所以日军无法进行集中进攻。除了人之外，日军靠应付中国复杂的地形，艰难险阻的沼泽湿地、排山倒海的河水洪流、蜿蜒崎岖的山路，这些都在无形中阻碍着日军的前进。另外还有妇女和小孩组织的医疗队，他们除了负责救治伤员外，还担负着巡逻的责任，时刻警惕着一切可疑的陌生人。而国军一直坚守在抗日的前线，担负着最为重要的战斗任务。他们拿着远远落后于敌人的武器，一天只吃2顿饭，且只有大米。正如外国记者所说的一样，只要给中国军人必要的补给和装备，他们同样是这个世界上最骁勇善战的士兵。记得当初小日本号称3个月灭我中华，西方国家也认为工业强大的日本能迅速击败我们这个农业国。但是几年过去了，中国人仍然屹立不倒。全世界惊讶之余不禁纳闷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个奇迹？而今外国记者们来到中国找到了答案，他们确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举国上下全民皆兵，什么叫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。狼子野心的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，也低估了中国人抵抗的决心。如今每一个中国人都懂得了为何而战，也懂得了为国家争人格，为民族求生存。有此一念，虽千万人，吾往也。随着金融机构、工厂、学校、军事等等都内迁到了西南地区，重庆也成为了战时的国都和心脏。这时鞭长莫及的日军已经无法从陆地进攻，但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有生力量，他们使用轰炸机轮番对重庆进行轰炸，甚至扬言要将重庆从地图上抹掉。而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空军已凋零殆尽，可他们仍驾驶着仅有的战斗机升空迎敌。虽然能击退日军的几率仅有1/1000，但飞行员们还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义无反顾地出发了。所以什么叫民族气质？这就叫民族气质。每次日军来袭，城里的红灯笼会随着防空警报慢慢升起，以提示大家尽快躲避。镜头里的中国人并没有恐慌，而是秩序井然地在防空洞外排起了长队。另外一些人则搭乘着渡船来到南岸，在更加开阔的地带躲避轰炸。从1938年到1943年，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大轰炸，投下的炸药累计高达4000多吨。
无数在炮火中丧生的中国人尸骨无存，家园也被夷为废墟。尽管如此，中国人仍然还是屹立不倒。像画面中的中国人正在不分昼夜的施工，以修建更多更安全的防空洞，而地下的兵工厂也在夜以继日地运作着。与此同时，东南西北都在加紧训练现代化的军队，校内巾帼女子直接从容参军，杀敌保国。而日本要侵占的不只是中国的土地，他们还要亡掉中国人的心，亡掉中国人的文化。从1937年开始，日军对中国80%的大学进行了轰炸，学生和老师们于是纷纷带上书本教具，不畏艰险，历经几千公里内迁到了西南地区。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，饱经战火和苦难的青年学子们努力学习着现代的科学知识。或许你今天读书是为了房，为了车，但当时读书是真正的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。日本原打算占领中国后，可以借着庞大的人口和资源征服世界，但怎么也想不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坚强和不屈。日本眼见计划停滞难行，便开始出兵占领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和海岸港口，想以此切断外界对中国的全部援助。如果没有了石油大炮和飞机，那么中国注定只能灭亡。此时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印度洋海岸线把物资从缅甸运到云南昆明。不过这期间却隔着上千里的高山峡谷，自古以来只有马队可以通过。当时经过美国工程师的测算，在拥有现代大型机械设备的情况下，这条路至少需要修5年，而蒋介石估计交给云南人来修的话，至少需要修8年。但云南王龙云却拍着胸脯说3个月一定通车。3个月通了吗？没有，不科学。当时龙云回到昆明后，组织了20多万云南人以及各地军民同胞，就靠最原始的工具和人力来修建公路。修路的除了男人外，还有许多老弱妇孺，他们就靠双手一点一点的凿石开山，最终一共用了9个月的时间，就修通了全长1180公里的滇缅公路。因为山多路险，加之日军持续不断的轰炸，导致几万中国人在修路时丢掉了宝贵的生命。所以这条路在抗日战争史上是一个用血和泪铸造的奇迹。滇缅公路修通后，急需驾驶员和维修工。这是一个叫陈嘉庚的福建人在海外四处登报纸，招募了3000多个志愿者。这就是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团。有了他们，中国终于可以将轮胎、汽油、绷带、钢铁等各种战争物资运到国内。但中国人的运输工具除了卡车外，还有骡马以及人力扁担。而航运作为中国悠久的交通方式，也承担着重要的运输任务。在川流不息的长江上，我们随处可以见到繁忙的货船，如遇到逆流，便靠纤夫们拉着船往前行驶。或许这些运输方式看起来太过古老，可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努力，才维持住了中国抗日战争所需的补给。而苏联的援助物资则通过甘肃兰州进入国内，所以这条线被称为西北地区的滇缅公路。由于地形复杂，卡车无法行驶，所以当地人组织了2万多头骆驼以及数千辆驴车来运输物资。每次他们都需要行走数千公里，可谓是千难万险。但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物资到达西北地区后，人们再用充气羊皮制作的皮筏通过黄河运输到抗日前线。正常情况下，一艘大型的羊皮筏子能承载50吨的货物，确实顺流而下，但返程的几百公里就只能靠人扛。因为中国人坚强不屈的抵抗，日本人占领中国的计划已然落空。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准备直接实施第3步计划，也就是征服世界。当时在二战战场上，苏联和英国正被纳粹德国按着头的打。日本一看自家大哥这么厉害，就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，于是计划趁虚而入，攻击美国和东南亚地区。为了打击美国在海洋上的军事实力，日本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，直接偷袭了珍珠港，摧毁了美军的40多艘战舰。损失惨重的美国立马对日宣战，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。1941年，日军又派出了40万人分路进攻，一路所向披靡，直接横扫了整个东南亚，泰国、菲律宾、香港等地先后沦陷。麦克阿瑟率领的英美守军根本无力抵抗，只能向后败退，这导致滇缅公路彻底被日军切断。为了继续运输抗战物资，中美开通了一条从阿萨姆丁江到云南昆明的航线，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驼峰航线。
在3年的时间里，有65万吨的军事物资经由驼峰航线运到中国。在3年的时间里，1500多架飞机坠毁在崇山峻岭中，3000多名中美飞行员不幸遇难。到后来，飞行员甚至都不需要导航，而是沿着坠毁飞机的铝片反光直接飞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从1942年到1945年，先后调集了30多万人2次出境作战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国远征军。就是这样一支装备武器都远远不如外国占有的军队，却先后歼灭了5万日军，收复了滇西8万多平方公里的失地。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第18师团，更是被孙立人带领的中国军队全部歼灭。当时不少中国将士跪地痛哭道：“南京的战友和同胞们，我们替你们报仇了。”如果用8个字来形容孙立人，那就是民族英雄，碧血千秋。在这珍贵的抗日战争历史影像中，我相信你能感受到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不再是课本上的一个虚词，而是他们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不屈和决心。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一样，几个世纪以前，中国人在长达万里的边境线上修建了雄伟的长城，以此来抵抗外敌的入侵。今天侵略者的铁蹄虽然跨过了长城，但他仍然要面临一堵新的长城，那就是中国人面对外敌时坚强不屈的英雄精神。